在我怀疑周伯礼出轨的第3年，他带着怀孕的小三登了门。他故作柔弱，逼我离婚不成，反倒被我羞辱。于是他假装发病，在我家乱打乱砸，致使我不幸流产。流产后，婆婆却找上了门，要我替她做无罪证明。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和周伯礼结婚3年，我就怀疑他出轨了3年。他算是众人眼中的好老公，不吃喝嫖赌抽，也不经常与我争执。我受父母所迫嫁给了他，从恋爱到结婚，我们的日子一直平平淡淡。我从没体验过什么叫轰轰烈烈的爱情，因此我一直觉得他只是嘴上说爱我，实际心早已另有所属。但既然已经嫁了人，就不能做越界的事。我一直恪守着自己的本分，和他安心备孕1年后，怀上了我们的孩子。因为工作原因，他时常需要出差，在我怀孕后变得更加频繁了些。我的心一点点落下去，开始更加激烈的疑神疑鬼。他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是不是看我怀孕了就觉得我好欺负，和他的小三共度蜜月去了？就在我怀孕4个月时，周伯礼终于给了我一个结果。那时他正巧结束一次出差回家，我一如既往走到门口，打开门，就看到门外站着的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她未施粉黛，那张脸仍是明艳逼人。看见我憔悴疲惫的模样，她微微垂下眼睛，随后却是用力挺了挺身子。我随着她的动作，目光落在她的小腹上。她身材纤细，唯有小腹微微隆起，按常理来说应当是怀了孕。她一直没有开口，于是我疑惑发问：请问你找谁？那女人顺着我的目光温柔地笑了，随即微微侧身，露出了身后的男人，正是周伯礼无疑。还没等我提出质疑，他便柔柔开口：姐姐好，我叫谭一，我怀了伯礼的孩子。看到这一幕，我还有什么不懂的？我气得几乎要站不住，不可置信地看向周伯礼：你居然真的在外面找小三？我的怀疑果然没出错，小三连孩子都有了，她的肚子看起来比我的月份还大。周伯礼小心地扶着谭一走了进来，神态是从没对我展露过的温柔耐心。我咬着唇看向他们进门的背影，心中非常不是滋味。我知道一场狂风暴雨即将来袭，怕被邻里邻居看了笑话，于是在周伯礼进门后关上了门。然而由于心慌意乱，我意外地扭了门锁一下，导致防盗门并没关严。谭一站在客厅正中央，半个身子都靠在周伯礼身上，怯怯地看向我：对不起，陈柔姐姐，我和伯礼已经在一起很多年了，直到今天才让你知道我的存在。但你们只是父母之命这种封建思想下遭受摧残的人，你应该能够理解我吧？第一次见到从这种角度洗白自己的小三，我气得头脑发昏，看向了周伯礼：这也是你的想法？周伯礼上前一步，神色平静：对不起柔柔，但我想你应该明白，我并不爱你，我爱的一直是依依。我们离婚吧，我可以把我们婚后的1半财产分给你。我真想上去给他2巴掌。既然不爱我，又为什么要说爱我？既然爱谭一，又为什么要娶我？我冷眼看向他：我可以离婚，但周伯礼你也是成年人了，你应该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无论是因为什么。既然选择娶了我，就要承担起丈夫的责任，如果他做不到，就别怪我不留情面了。周伯礼面色沉重地点了点头，我便继续道：离婚可以，
但我们的婚后共同财产一共就1台车和6.6万的存款，你得净身出户。周伯礼犹豫了，似乎是在思考谭一在他心里的价值比不比得过15万。谭一立刻娇笑着挽上他的胳膊：“伯礼哥哥，你答应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妈说等我们结婚后就给你买1台20万的车。我还有18.8万的嫁妆，到时候这些都是你的。”原来这是傍上了个小白富美，在故作犹豫逼人家掏钱呢。谭一恶心，周伯礼更恶心。我看着这对恶心的狗男女，哼笑一声：“急什么？我还没说完呢。我们买的房子虽然钱是从你妈卡里走的，但你知道买这房子的钱起码应该有我的1半，对吧？这几天我会去调取银行卡流水，要么你把1半房子折现给我，要么我折现给你。”周伯礼终于忍无可忍，冲我大吼：“陈柔，我愿意净身出户已经是对你最大的让步，你别再得寸进尺挑战我的底线。怎么了？这就忍不了了？”我走到周伯礼面前，伸手指着他的鼻子：“我还没说要你公开承认自己因出轨离婚呢。你们不是相爱吗？那你就和他过一辈子被人指指点点的生活吧。”谭一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眼中满是泪水：“对不起，陈柔姐姐，都是我的错。你不要骂伯礼哥哥了，要骂就骂我吧。”我如他所愿，转向了他：“以为我不会骂你是吧？一口一个哥哥姐姐，你当你今年18岁呢？知道这男的结婚了还和他在一起，说你贱都多余。”谭一面色惨白，不停地颤抖着。周伯礼怒喝我，让我住口。依依她有心理疾病，受不了刺激，你能不能少说几句？周伯礼话音刚落，谭一就像顺应他的心思似的，止不住的尖叫，然后拿起了手边一切可以拿起来的东西，到处打砸。我们的结婚照、情侣水杯，我给肚子里的孩子买的碗筷，通通被砸在地上，化作一堆刺人的碎片。周伯礼试图抱住他，谭一却仍是疯了般挥舞着拳脚，然后被周伯礼抱起到半空的他一踢腿，狠狠地踹在了我的肚子上，腹部传来剧痛，我倒在地上蜷缩起身子。谭一此时终于不再发疯，而是瑟缩着躲进了周伯礼的怀中。头一次见到能自由控制发病时间的疯病，真是让我开了眼。若不是此刻我痛得快要归西，定要好好观察观察他。只见谭一面露惊惧，哪还有半分癫狂的模样？怎么办，伯礼？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知道的，你知道的，对吧？我只是心理疾病。周伯礼脸色铁青，没有说话。我感觉到身下一股热流涌出，紧接着谭一尖叫一声，他流血了。伯礼，你快想想办法呀，伯礼！直到这时，周伯礼才突然动作，他紧紧握住谭一的手，沉声道：“闭嘴！现在和陈柔离婚得赔他钱，如果他……”我心中一片苍凉，已经明白了周伯礼的未尽之言，他这是要我去死，就1分钱都不用掏给我呢。拜托，我的眼睛还没完全闭上，你们这么当着我的面说这些不好吧？虽说我痛得面部扭曲，但在余光瞥见扣在地上的手机那一刻，我还是止不住地笑了起来。给他开门之前，我正在打电话，没想到竟因此救了自己一命，也阴差阳错地捏住了周伯礼的把柄。下一秒，我家虚掩着的防盗门被从外面大力踹开，门板砸在墙上，发出滔天巨响。我的脑袋逐渐昏沉，模糊的视线中只能瞥见那是个熟悉的男人身形。好在来的还不算晚，陈柔。意识彻底陷入黑暗的前一秒，我听到那人大喊我的名字，
再一次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了医院里，病床旁边坐着一个高大的男人，手上正在削苹果，眯着眼睛仔细看看。他身边的盘子里已经盛了5个已经削好的苹果，果皮与果肉分离的沙沙声不停钻进我的耳朵。我忍无可忍，终于开口：十月，你自己削的苹果，不吃完别走。十月手上动作一顿，那连成一条的完美果皮就突然断裂，啪的一声掉进了垃圾桶。他懊恼地把削皮刀和苹果都放进盘子里，转头看向我：你还好意思说我？你知不知道今天你有多危险？昏迷之前的疼痛感基本已经消失了。我抬手摸了摸小腹，那里已经变得平坦无比。突然之间，我有些伤感。十月没好气地在一旁说道：别摸了，已经被你那好老公和他的小情人搞没了。就算还在，那男人的种生下来，我看着都来气。十月仍旧是怒气冲冲的，我也自知理亏。如果今天我没有恰好再和他打电话，他就不会听到我这边的一举一动，也不会上门救我。以周伯礼的狼心狗肺程度来看，我真有可能被他们拖死。十月还在那里喋喋不休，说他当年就不应该出国，不然我也不可能被迫嫁给我养父亲戚家的儿子，导致现在落得个一身伤病，还差点没了命。我被他念叨的头都大了，失血过多，本来就脑袋嗡嗡响，耳边还不断传来他的念经声，顿时我感觉眼前都快要冒星星了。于是我连忙打发他去附近的餐馆给我买饭回来。十月这才停止念叨，出了病房。我本以为这下子终于能安静一会，却没想到十月出门后没多久，我刚想闭上眼睛休息一下，病房的门便被突然打开，紧接着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传来。毫不夸张地说，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汗毛都要站起来了。我还以为是谁太过悲伤，推着病人走错了病房。那吓人的哭声是家属传出来的，却没想到等我惊恐地睁开眼，就看到我继父的远房亲戚周伯礼的亲妈李兴书站在我床边，表情哀戚，活像我死了再给我上坟。我强忍着想要抽搐的嘴角，抬眼看向李兴书，他立刻扑到了我床边，手上不停地拍打着自己。小柔，妈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爸呀。如果李兴书的手不是高高扬起又轻轻落下，那我说不定就真的信了。说是远房亲戚，其实这远房已经远得不能再远了，基本上是只存在于族谱道，但基本没见过面的关系。就连我的继父也只在他小时候和把我嫁给他家那天见过几面，所以李兴书对我向来一般。看在勉强算小半个亲戚的份上，他没苛待我，但也提不上对我有多好。我和周伯礼结婚后也不常去他家走动，硬要说起来，我们根本算不上多么有感情。可是我现在有伤在身，不好直接和他呛声，万一引得他到处发疯，受伤的还是我。妈，你说什么呢？地上凉，快起来！我轻飘飘地劝慰了他一句，他立刻就从地上爬起来，坐到了椅子上，只是手上还不停假惺惺地抹着根本不存在的眼泪。见气氛烘托到位，李兴书就准备开口提出他的来意了。小柔，妈知道你受了委屈，你放心，妈肯定给你撑腰，好好教训那个臭小子。我不知道周伯礼敢没敢告诉李兴书他想让我死的念头，所以这个时候也不好撕破脸，所以我只是笑了笑，对此不置可否。没关系的，妈。伯礼说我们的婚姻并不自由，他既然想追求他的真爱就去吧，我们分开就是了。这说的叫什么话？
他不懂事，你可不要跟着他一起胡闹。李兴书皱着眉，要是他和那谭一结了婚，这让我们家以后还怎么见人？逢人便说我儿子扶小三上位吗？李兴书的话看似偏向我，实则处处在提醒我不可以离婚。然而我岂能如他所愿？无论如何，周伯礼带小三上门逼我离婚，都已经成了事实。我不可能和他继续过下去了。李兴书见状，立马拉住了我的手。哎呦，你们这些年轻人啊，真是没吃过生活的苦。男人嘛，不都那样朝三暮四？以后你们的日子还长着呢，忍这一下也没什么的。我的脸色立马阴沉了下来，抽回手。你的意思是我明知周伯礼在外面养小三，还要装作瞎子，甚至他带着他的小三上门踢掉了我的孩子，我还要笑脸相迎，继续忍气吞声地和他过下去？我是他的老婆，不是他的奴隶。李兴书笑得一脸谄媚。小柔，你消消气，身子还没养好呢。其实这也是妈这次来想和你说的，你能不能不追究他们的过失啊？这一番话再度让我如同五雷轰顶。我不可置信地问他：你说什么？李兴书却恍若未闻，仍旧自顾自地道：就是说谭一踢了你，导致你流产这件事，你能不能不要追究他的责任？为什么？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嘴唇在颤抖。是这样的，你看你这孩子也流掉了，妈是心疼你，你半年之内肯定还是不能再要孩子的比较好。李兴书一副为我好的语气，说出来的话却字字诛心。那谭一怀了我们伯礼的孩子，6个月后怎么也生下来了，妈年纪大了，就想抱个孙子。说着，他似乎还承诺地补充道：你放心，等他生了孩子后，就让伯礼把他踹了，把孩子抱回咱们家养，以后这就是你的孩子，你以后也可以生个自己的孩子。我从来没见过有人能把厚颜无耻演绎得如此极致。凭什么？你儿子带小三来把我踢流产了，你不但不帮我，还要让我忍气吞声给别人养孩子。我气得大叫，抓起一旁的枕头就朝李兴书砸去。你也配当婆婆？那奸夫淫妇一个都别想跑，你给我滚，别再来烦我。李兴书被我砸得后退，随后叉着腰站在原地骂我：给你几分脸面，你别不知好歹。你能进我周家门都是祖坟冒青烟，你有什么资格挑剔我儿子？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又抽出自己脑袋下的枕头向他砸去。你这黑心老太婆，给我滚！再不滚我喊人了。好啊，你真不愧是野种的孩子，目无尊长，连你婆婆都敢打。今天我就替你那个早死的爹教训教训你。眼见着李兴书挽起袖子就要冲过来，我刚想撑着身体按床头的铃，就听到门口传来一声大吼：给我住手！你在干什么？我绷直的脊背立刻放松下来。是10月回来了。说来惭愧，10月似乎在不到24小时内2次以这种方式出场，而每次都是为了救我。李兴书当然是没有能斗过一个成年男人的底气的。他瞪圆了眼睛，看看10月又看看我，胸口气得不停起伏。最后他颤抖着伸出手指指我：好啊，陈柔，你胆子不小，骂我儿子骂得那么起劲，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好东西呢？背着我儿子在外面偷男人是吧？李兴书还想继续骂下去，然而10月完全不给他机会。他把手上提着的饭菜放到柜子上，几步走了过来，1.8米几的身高，还是很有威慑力的。李兴书被吓得止住了话头，不停后退。不会说话就去看看脑子或者耳鼻喉科，这里是妇产科住院部。你是怀了孕还是流了产？10月完全不给他好脸色，
加上身高威慑，直接吓走了李兴书。然而他仍旧不死心，直到出门前1秒还指着我们放狠话：“你们给我等着，我这就告诉伯里你们偷情。”我完全没有理他。10月则提着饭菜，一屁股坐到病床边缘，开始往桌子上摆餐盒，一边摆还一边念叨：“陈柔，我这才走了10几分钟，你怎么又差点挨了揍？”我敲了下他的额头，没好气地说道：“没大没小的，叫姐。是的，我和10月是姐弟关系，虽然只是同母异父，并非完全亲生。我2岁那年，生父去世，母亲带我改嫁给现在的养父。不过1年，又生下了10月。然而我的户口当时已经登记好了，改来改去很麻烦，所以我仍旧跟着生父姓陈，10月则跟着我的养父姓石。虽然身上流的血脉不完全相同，但我和10月的关系出奇的好，和完全亲生的姐弟也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在10月16岁那年，就被养父送出了国读高中，一直到在国外读完大学，镀了层金才回国。我也在这期间被迫嫁给了周伯礼。毕竟我从小到大的吃穿住行全都是养父掏的钱，我没有底气反抗他。而如果10月还在家中，他一定会大闹一通，替我回绝了这门亲事。10月打开饭菜的盒盖，毫不在意地耸耸肩：“是，快吃饭吧，我亲爱的姐姐，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在10月的监视之下，我不得不把饭菜一扫而空。饭后，我躺在床上摸着肚皮，突然一拍脑袋就要从床上弹起来，还好10月及时按住了我：“别跳了，你那伤还没好，命不想要了是不是？”“不是。”我急忙摸到床边的手机，有个重要的事情，监控。我家里有监控，我和周伯礼的房子里除了卫生间外，各个房间都安了监控，所以谭一把我踢的流产那段也一定录了下来，甚至还能录到周伯礼准备对我见死不救。可是我们2个人的手机都能登录查看监控录像，也能对录像进行保存或删除，只怕是这么久过去，周伯礼早就把录像删掉了。果然，录像被删得干干净净，我并没找到我想要的那段。然而这时我手里一空，10月抽走了我的手机，只见他在我手机屏幕上点了几下，接着又把手机塞进我手里。屏幕上播放的正是谭一进门后的场景，视频长达30分钟，一定也是录到了他们犯罪那一段的。我万分惊喜看向10月：“你小子这书真没白读啊，连被删除的视频你都能搞出来。”10月无语地看着我：“麻烦你搞清楚，我只是上了个大学，不是出国当黑客去了。删除的视频我从哪弄？这是送你来医院的路上，趁着那姓周的没删掉之前，我用你手机保存下来的。”原来如此，我再度自闭，已经不敢再问他是怎么解锁我手机的了。如果我问了，我甚至都能想象出他怎么回答我。就你那手机密码也太好猜了，你的生日、我的生日、妈的生日、结婚纪念日，我都没被强制锁定就解开锁了。没想到我不问10月却非要自己说出来，还好你的手机没被坏人捡去，你这警惕性太低了，还有待加强啊。我默默地翻了个身，用另一个枕头压住了耳朵。在医院住了没几天，我就出院了。在我的勒令之下，10月一脸怨气地从冰箱里取出了那几个削好的苹果，一并带上。走到楼下时，他要我在这里等一会，自己拎着苹果去开车了。我刚站在原地1分钟，就听到一个声音在我前方响起：“陈柔。”我抬头一看，正是多日未见的周伯礼。
他满脸怒气冲冲地朝我走来，粗暴地拉着我的胳膊，把我甩到了一边。你这日子过得不错吗？这几天和你那奸夫在医院过得怎么样？他竟然没嫌弃你，真是死心塌地。你给我滚！你哪来的立场质问我？我说着狠狠推了他一把，他一下子没站稳，在台阶上摔了个屁股墩，自觉没面子，爬起来后就要朝我脸打来。眼见着我就要躲避不开，就在这时，一串震天的汽车喇叭声从周伯礼身后传来，他被吓得放下了手，神色不渝地看向那辆车。然而下一秒，就见到一个淡黄色圆球状物体从车窗中飞出来，直接砸中了周伯礼的脑袋。他再一次摔在了台阶上。不好意思啊，哥们，手滑了。石月从车窗探出头，吹了个口哨，接着看向我：陈柔，你愣着干什么？快上车，等会要罚款了。我坐在了副驾驶上，紧接着一个口袋就被石月扔到我手里。我打开口袋一看，里面是几个淡黄色圆球状物体，摸在手里还冰冰凉凉的，好极了。冷冻苹果。石月猛地一打方向盘，接着踩下油门，留给周伯礼的就只剩下一脸的汽车尾气。要不是时间紧迫，我真想再砸他2次，让他知道我这么多年的飞镖可不是白练的。石月遗憾叹气，从后视镜里看到周伯礼愤怒叫骂时，又笑得不行。你悠着点吧，我无奈道，万一把他砸出个脑震荡，我们还得给他赔钱。汽车飞驰而去，石月应着我的要求带我回了我们父母家。不过很不巧的是，我母亲并不在家，迎接我们的只有我那黑着脸的养父。他无视了石月，见了我就勃然大怒：你真是胆子大了，人家都和我说了，你居然敢出轨！养父的话还没说完，石月就眼疾手快，从口袋里掏了个冰冻苹果，塞进了他嘴里，脸上还笑眯眯的。来吧，你先吃个苹果，降温消消气。养父被苹果冰得龇牙咧嘴，差点追着石月满院子打。等到他的怒火终于平息下来后，我才看向他，正色开口：爸，出轨的是周伯礼，他还带着小三踢掉了我的孩子。我把那段视频截取了最重要的几分钟放给养父看，他看完了才略微舒展了眉头，但语气仍旧是紧绷的。你婆婆和我说你一直和一个男人待在一起，这又是怎么回事？听到这里，石月又往养父嘴里塞了个苹果。爸呀，那歹毒的老太太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吗？她家人一群狼心狗肺的东西，我姐住院了也不知道去照顾，那是我在医院陪护的时候被她撞见了。养父这才点了点头。石月悄悄朝我投来一个鼓励的眼神，示意我继续说下去。于是我深吸一口气，平息一下内心的不安之后，才缓缓开口。我将李兴书和我说的话转述给了养父，还提到了周伯礼想让我死，最后犹豫着说出了我想离婚，问他可不可以。说出这些之后，我仍旧有些忐忑不安，却没想到养父有些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这种问题你也问我？当然要离婚了，不离婚难道等着被他家害死吗？我见状松了口气，石月也欢呼一声，然后喜气洋洋地把他那仅剩的2个苹果塞进了养父怀里。来，爸，你别闲着，多吃点吧。养父把那装苹果的口袋丢在了茶几上，他看着我们2个的表情，过了很久才恍然大悟：你们不会以为我要逼小柔回去继续过日子吧？我们俩都没接话，但石月一脸难道不是吗的表情，已经完全出卖了他的内心。虽然我不是小柔的亲生父亲，但这么多年也是有感情的，不然我直接饿死他就好了。养到这么大做什么？
养父叹了口气，无奈开口：“当初那周家确实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小柔又迟迟没有对象，我才要她嫁给那小子。但没想到那小子不但不是良配，还有那种阴毒的心思。这么多年以来，我第一次听到养父亲口说他对我有感情。我曾经还一直以为他非常讨厌我，毕竟他对我一直都是淡淡的模样，从来没有像对十月这么亲近。却没想到他只是大男子主义太过旺盛，直接替我做了主，把我嫁了出去。在他们这些老一辈人的观念里，不考虑孩子的想法也成了定式。加之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我想我实在是没有立场去责备甚至仇恨他。既然你已经决定好了，我会给你找几个靠谱的律师，后续你亲自去和他们谈，让他们替你打离婚官司。还有那女人伤害你致使你流产的案件。我忧心忡忡地摇了摇头，爸，这件事可能不太容易。周伯礼带着谭一上门的时候，曾经说过他有心理疾病，想要判他的罪可能没那么容易。养父嗤笑一声，满不在乎，那得看他到底是什么病了。是个人去做心理测试都能测出点病来，真正能免刑的他也装不出来。养父做事效率很高，坐着的这10几分钟间，已经向我推了那几个律师的联系方式。我本以为这件事从此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在法庭上的角逐了，却没想到，正当我们想上楼回房间休息时，门铃声骤然响起。十月立刻从沙发上跳起来，嘴里喊着是不是妈回来了，欢快地跑到门口开了门，然后就和一张阴沉着的老脸面面相觑。他仍旧是面带微笑的，只不过砰的一声关上了门，随后转向我们，不好意思啊，开门开猛了，看见脏东西了。挨不住李兴书在外面疯狂拍门，最后我们还是把他们迎了进来。李兴书一进门就叉着个腰，嚷嚷了起来：好啊你们居然都把这奸夫迎到家里来了，这是要往死里欺负我们家呀！周伯礼也是眼睛血红，直直盯着我们一家人，看上去下一秒就要冲上来打十月。看得出来，碍于我养父还在场，十月忍了又忍，才没把这2个糟心的玩意打一顿。你俩有毛病吧？自己家风不正，就看别人也是这样。你以为谁都像你们一样天天偷情？我养父皱着眉，声如洪钟：这是我儿子十月，你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想说我的2个孩子罔顾人伦吗？李兴书和周伯礼立刻傻了眼，毕竟十月从未成年开始就出了国，直到最近才刚从国外回来，我们2家又很少走动，他们没见过十月也是正常。他们仍旧站在门口玄关处，没有要往里面走的意思。李兴书能屈能伸，立刻换上了一副笑模样。那个，是我们误会小柔了，真是不好意思了呀。但我们这次来是有件事想同亲家你们商量。说着，他们推开了身后虚掩着的门，我们这才发现门外还站着一个人。这人还能有谁？当然是谭一。我即刻对他们怒目而视，刚想站起来怒斥，我养父却抓住了我的胳膊，示意我坐下，稍安勿躁。李兴书见我们反应不大，脸上的笑容更甚，搓了搓手，带着身后那对狗男女走到我们对面，一屁股在沙发上坐下。那个亲家呀，我们好歹也算是半个亲戚，小柔嫁到我们家也是亲上加亲了。李兴书开始铺垫，我知道我们伯礼这事做的确实不对，但亲家你也是男人，应该多少能够理解吧。我养父淡淡瞥了他一眼，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家这小子一样道德败坏，还要给自己安个冠冕堂皇的名头。
李兴书脸上立马布满尴尬，不过他又很快调整过来，谄媚地笑着弯腰倒了杯茶。对不起，对不起，是我老太婆目光短浅，惹了你们不快。不过大家是实打实的一家人，闹得太难看，总归不太好。亲家，你说是不是？所以你想说什么？我养父慢条斯理地问道。李兴书还以为这事情有指望，急吼吼地开口道：其实也不难，我只是想让小柔别把伯里出轨和小谭踢了他的事情说出去，不然以后伯里在亲戚面前也不好做人。还有呢，大概是我父亲的态度给了他希望。李兴书和那两人对视一眼，大喜过望。这件事啊，对你们小柔也有好处。小谭生下孩子后，可以把孩子给咱家，以小柔孩子的名头抚养，只要让小谭常来看看他就行。我养父冷笑了两声，拿起手机摆弄起来。就这些吗？李兴书忙不迭地点头。周伯礼也在那里表忠心。爸，你放心，我以后一定对小柔好。我养父把手机往桌子上一扔，与此同时，所有人的手机都响起了消息提示音。大家不约而同地打开手机一看，却发现是我养父家族那个100人大群来的消息。养父在里面发了一段3分钟的视频，视频的拍摄角度是我家客厅监控，内容正是刚才李兴书的逆天发言。你不是怕丢人吗？没关系，我帮你做好决定了。我养父面无表情，撤回，快撤回。谭一似乎又要疯病发作尖叫，但还是不忘捂着肚子。大家这才想起来2分钟内消息还可以撤回。周伯礼眼睛一亮，就要扑上来抢手机。然而10月的动作却更快，一把夺走手机，跑到了楼上。我追着10月拦在楼梯口，回头一看，我养父正在淡定喝茶，完全无视李兴书的厉声咒骂。周伯礼也刚刚起身向这里跑来，而动作更快的反而是怀着孕的谭一。他扑通一下跪在我面前，声泪俱下：姐姐，求求你不要这么对我。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周伯礼就已经赶到了。他急得要命，通往楼梯的路上接连是跪着的谭一和站着的我。于是他想都没想，一边怒喝妈的别挡路，一边直接踢开了谭一。谭一尖叫一声，被他踢到了楼梯边缘，脑袋刚好磕在楼梯上，当即晕死了过去。周伯礼却根本没有在意他小情人的死活，眼见着2分钟差不多就要过了，10月随便躲个房间锁上门，完全应付得了。于是我往旁边一避，周伯礼便噔噔噔地上楼了。谭一生死未卜，我也怕惹上麻烦，于是给他拨打了急救电话。周伯礼当然没能撤回消息，确切地说，他根本打不过10月，反而被10月打了一顿灰溜溜地下了楼。然而楼下迎接他的却是李兴书的哭天抢地：造孽呀，这是老天要亡我呀！他跪坐在昏迷的谭一身旁，谭一身下已经流出一滩鲜血，想必这孩子是怎么也保不住了。周伯礼这才慌了神，求助似的看向我，我则冲他摇了摇手机：放心，我比你有良心，急救电话已经打了。我停顿了一下，又笑着开口：哦对，报警电话也打了，不用客气，都是差不多的罪名，以后你们俩还能有个照应。周伯礼还想发作，却被从楼上下来的10月按在了地上。医护人员和警察很快到场，分别带走了我们这群人。我养父提供了家里的全程监控录像，我也顺便提供了当初谭一踢我的那段录像。我们又分别做了个笔录后，就被放了出来。出来之后，
我们还看到了趴在警察局门口哭的李兴书，好在他没有发现我们。回家之后，我将能和律师说的都告诉了他们，然后便是静待开庭时间。我养父推荐的律师果然十分靠谱，成功的让周伯礼净身出户，并且根据银行卡调出的流水，那套房子也要分我一半。而在医院苏醒的谭一经过检查，也根本没有什么心理或者精神疾病，发疯完全是他自己装出来的，当然也无法免刑。得知了这个消息，他自然不依不饶，死也要拖一个人下水，任凭李兴书怎么去他那里疯狂地闹，也不对周伯礼撤诉。经此一事，李兴书一家彻底被从族谱上除了名，从此以后再与我家无关。我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婚后财产，以及谭一因为伤害我依法赔偿给我的钱，又住回了家里。我一打开久别的房间门，就见到正中央的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5颗削好的苹果。我气得额角直跳，一把关上门，深吸一口气大吼：10月！全剧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婆婆认我老公的小三当干女儿，他们在我眼皮底下暗度陈仓，和和美美，直至我死后才知晓这一切。重新睁开眼，我回到婆婆要搬来我家住的这一天，宋妍，我妈就住个10天半个月。我妈那人你是知道，你也别担心她会赖着不走。听到这话，我恍惚了一下，试探性地说道：我们婚前不是说好的，妈不跟我们住。说完，我紧紧地盯着刘瑜，看着她那张厚厚的嘴唇一上一下的吐露出一串让我恶心的话语。我也没办法呀，我妈养我这么大也不容易，我们这些做子女的也只能让让她。你说她年纪都这么大了，万一气出个好歹出来，辛苦的不还是你？听完，我心里头像是被塞了颗滚烫的火球，火气一阵阵地往上冒。上辈子婆婆一来到我家，就像个搅家精一样，把家里搅个不得安宁。先是挑3拣4赶走家里的阿姨，逼我做饭，后是四处宣扬，败坏我的名声，说我这个恶媳妇容不得她一个乡下来的婆婆，她只能认隔壁小寡妇当干女儿，搬到她家去住。就当我以为这是以我们互相妥协而结束时，婆婆竟然给刘瑜和小寡妇牵红线，他俩好上了。想到意识消散前，刘瑜和小三在我遗照前颠鸾倒凤那副丑陋嘴脸，我心中一阵作呕，抬脚就对他2腿间恶狠狠地踹过去。啊！刘瑜像是只被踩到尾巴的猫一样，哀嚎着大跳起来。宋妍，你疯了！他捂着2腿处身子攻成只虾米，惊讶又恼怒地看向我。我看着那双满是厌恶的眼睛，即使对他已经没有了感情，心里还是一阵难受。平复了下情绪，我冷声道：你妈要来可以，但是她要是不老实，我就把她赶出去。你敢？房产证上写的可是我的名字。见我哑火了，刘瑜得意洋洋地看着我，又故意用我的话回怼道：你要是不老实，就给我滚回你娘家去。房产证这事确实是我脑子进了水，见他那副恶心嘴脸，我气得气血翻涌。正要发作时，屋外骤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拍门声，砰砰砰。随即房门外响起一声怯生生的女声：刘大哥。刘大哥，刘大哥，你在吗？我明显感觉刘瑜身子一僵，他也顾不得和我争吵了，连忙披了件外套就钻出去。我慢吞吞地跟在他后面，我哪里不知道门外是谁？上辈子也是这个时候，小寡妇王云穿着湿漉漉半透明的衬衣跑到我家，
娇滴滴地求着刘瑜去她家修水管。当时我和刘瑜也因着婆婆要来住这事吵得不可开交。王云一来，刘瑜就顺水推舟地钻去她家修水管。隔壁新搬来的邻居半夜水管爆了，弄得满屋子是水，我帮忙去修。刘瑜冷冰冰的话语打断我的思绪。我打量着门口哭得梨花带雨的王云，她身上的衬衣湿漉漉的，波涛汹涌的沟壑半遮半掩，里面性感的紫色内衣若隐若现，显露出一股淑女的风韵。我等的不就是这个？行了，我知道她带着个孩子也不容易，你有能力就多帮帮她。听我这么说，刘瑜原本紧绷的脸色舒缓些。两人一前一后进了隔壁屋子，等了快半个小时。我琢磨着时间差不多，掏出手机给楼下的保安亭打了个电话：“喂，小李，你小云姐家水管爆了，喷得满屋子都是水，她喊你快上门来帮忙。”我又连续敲响了好几家邻居的门，带着身后浩浩荡荡的一群人直奔王云家。离王云家还有些距离，我就见一身穿保安服、矮胖的男子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宋姐，我小云姐家咋样了？”又见王云家大门紧闭，他奇怪地挠头，他咋不出来躲躲呢？保安小李是王云的追求者，上辈子我老见他提着各种水果、鲜花礼物往王云家钻。可王云东西没少收，但名分却没给人家一个。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身后的邻居就把我刚刚的说辞一股脑说出去。宋妍妹子说小云妹子心善，担心漏出来的水会把外头的墙泡坏，都不敢开门呢。见身旁的邻居七嘴八舌地夸赞着王云，我欣慰地点头，给王云立了个坚强而一世独立的小白花人设。小云妹子也不容易，她一个寡妇还带着孩子，要不是家里都快被淹，也不会出来张口求人。我们能搭把手就搭把手，我一早就让我家刘瑜去帮忙，可他又不精通这些。邻居们脸色肃然地点头，不约而同加快了脚下的步伐。可等走到王云门前，听着里头娇滴滴的娇吟声和喘息声，所有人都沉默了。随着众人的沉默，里头的声响愈发显得清晰。小李的脸一下子绿了，众人纷纷扭头，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敲门吗？这不大好吧？人家在做那种事呢，你们说他哪来的男人？众人如梦初醒，纷纷用同情安慰的目光看向我。我摇摇头，仿若固执的不肯相信这个事实。不会的，我不相信我老公会背叛我，我不信。让开，我来撞门！保安小李大吼一声，矮胖的身子像颗炮弹一样猛地轰向房门，仿佛天塌地裂，整面房门发出雷轰一般的响动。我不知道里面的刘瑜会不会被吓萎，反正他开门时脸上属实是不好看。门外这么多人，明显让他有些猝不及防。他慌乱地挡住后方满脸潮红的王云。人渣！我怒气冲冲上前一巴掌扇了过去，他硬生生挨了一巴掌，也不敢发火，急忙辩解道：“宋妍，你听我解释。”我捂着耳朵尖声惊叫：“我不听，我不听！一定是王云勾引你了！”不等刘瑜回答，我直接一把推开他，揪住他身后王云的衣领子，就是一个左右开弓，啪啪啪打完，我长舒一口气，心里爽快多了。而王云则顶着一张满是巴掌印的脸，咬牙切齿地看着我。响亮的巴掌声让周遭嘈杂的人群安静了一刹那，随即似水落油锅般突然沸腾起来。邻居们纷纷上前阻拦，嘴上喊着以和为贵，
面上却一副看八卦的神情。一旁的小李炸毛道：“宋姐，你太冲动了，说不准是刘哥趁人之危。小云姐怎么可能干这种事？”见周遭的邻居对自己指指点点，刘瑜脸都绿了，连忙推脱道：“别胡说了，我们什么都没干。”我转过身，佯装怒气冲冲地跑回家，嘴上喊着闹着要把王云勾引他的事宣扬出去。身后的刘瑜急忙追上来，哄着让我要相信他。他哄了我半天，想到后续的计划，我装作勉强相信了他的说辞。而经过这么一出戏，王云和刘瑜两人在我们小区名声大噪。我和刘瑜有时走在路上，到处都能听见他和王云的风流韵事，还被改编成好几个版本，四处传播。如此几遭，刘瑜不敢再随意出门了，一下班就躲回屋子里。没2天，我婆婆终于来了。我当时刚下班回来，就见屋里多了个3白眼、高颧骨的中年妇女。婆婆常年在海边待着，皮肤被晒得有些黝黑。虽然手里捏着刘瑜大半的工资，能常去美容院保养，但眼角仍有淡淡的鱼尾纹。见我回来，她扭过身子，只拉着刘瑜自顾自地聊着天。我心里也一阵恼火，直接摔门进了卧室。我不热情，婆婆拉着脸，直至到饭桌上，屋里的气氛都一直冷凝着。家里的阿姨端菜上来时，婆婆终于发作了：“你家还请了阿姨，这多费钱，小年轻就是不会过日子。”我不说话，只冷眼看着婆婆开始作妖。这菜油放得多了，调料也重了。她缩了下筷子，又把沾了口水筷子放在盘子上挑挑拣拣，来回拨弄着，又是辣椒又是花椒的，这肉原本的鲜甜味都没了。婆婆往自己嘴里囫囵塞了几块肥肉，吧唧吧唧地嚼了几口，随后呸的一大口吐在饭桌上。做的什么玩意？我老家的猪吃的都比这个好。阿姨在一旁愤愤不平，却碍于情面不好说什么。我看得一阵犯恶心。刘瑜，妈吃不惯，我们去下馆子。刘瑜这2天被我搓磨得很听话，此时见我发话，竟然也把碗搁下了。见刘瑜这般，婆婆连忙道：“这哪能顿顿下馆子？宋妍，你还会不会管家了？”“妈，那你说怎么办？”我语气生硬地说。婆婆终于演不下去了，把她撤了，妈自己做饭。我沉默不语。刘瑜忙急赤白脸地反驳：“这哪行？我们接你来是来享福的。”婆婆虎着脸大声嚷嚷着：“我饭都吃不好，还享什么福？”刘瑜端着碗讷讷不语，婆婆却恍然大悟一般，指着我命令道：“实在不行，宋妍你去做。”对，儿媳妇给婆婆做饭，这不天经地义的事吗？尽管经历过一遭，我还是被她不要脸的样子气笑了。我直接手臂一挥，把桌上的饭菜全部扫落在地上。不爱吃就别吃，谁惯着你？我大声地朝婆婆吼着：“你是刘瑜老娘，不是我老娘！不爱吃就给我滚回去吃你老家的猪食！”婆婆和刘瑜被我镇住了，等反应过来，她扯着刘瑜的胳膊，大声哭嚎：“你看看，你看看，你娶的好媳妇！”刘瑜刚想开口指责，我直接怒喝道：“你闭嘴！”刘瑜像吞了只苍蝇般，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最终还是灰溜溜退到屋外去。我冷眼看着他鹌鹑一般的行为。刘瑜公司最近人事调动，他极有可能能向上挪一挪，所以他现今十分害怕我去他公司闹事。在我特意的纵容下，事情的发展轨道还是和上辈子一样。阿姨被赶走了，阿姨临走前，我给她包了个大大的红包。阿姨，你先别找下家，我婆婆很快就走。我和刘瑜开始冷战。
我直接搬回我娘家住了2天。第2天，刘瑜给我打了电话，他语气生硬地命令着：“宋妍，我妈今天身体不舒服，家里没人做饭，你别在外面浪了，快点回来做饭。”听他这个语气，我立刻明了他这次的晋升调动不顺利，我心中幸灾乐祸，嘴上也直接呛回去：“我没空，我在我妈这边。你妈身体不舒服，你不是有手有脚的？我整天上班都累死了，哪还有精力做饭？而且洗衣做饭不都是你们女人的活？再说你一个结了婚的女人，不好好在家待着，整天四处乱跑，你想想，你这样像话吗？”我觉得刘瑜的脑子被他妈吃了，和他说话简直是浪费口水。我直接把他的电话挂断，刘瑜又打了几个电话过来，还发了几条骂骂咧咧的短信。我嫌他烦，直接拉黑了。没想到过了一会，公司的同事急急忙忙给我打电话：“宋姐，你婆婆来我们公司闹事了。”我接到电话还有些茫然，因为这是上辈子没有的事。上辈子我和刘瑜吵完架就直接出差去了，也没来得及领会到我婆婆这死缠烂打的本事。闹什么了？我一头雾水，赶忙拿了车钥匙就往停车场冲。你婆婆找到我们公司，说你不回家做饭，怀疑你和我们公司领导去酒店偷情。电话那头的同事越说越小声，他也觉得这是很离谱。我气得手脚冰凉，哑着声说道：“别急别急，我马上到公司。幸好我爸妈这边离我公司近，我一路上油门踩到底，紧赶慢赶，终于赶到公司楼下。一到门口，我就听见那尖锐刺耳的嚷嚷声：宋妍呢？宋妍在哪里？他到底和那狗男人去了哪家酒店？”公司门口驻足了一堆围观人群，纷纷指着中间一个撒泼的妇人窃窃私语。我脑子轰的一声炸了，虽然一路上都有心理建设，但我没想到刘瑜他妈竟然真的这么歹毒，不只想搞黄我的工作，还想破坏我的名声。他在家饭不煮碗不洗，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不是外面有人了是怎么回事？婆婆张牙舞爪的要冲到公司里面，几个保安只能用身体挡住门口，也不敢推搡她，只能被迫挨了一脸唾沫星子。我全身血液倒流，直冲头顶，脑袋里一阵发懵，脸上也一阵火辣辣的。妈！我愤怒地大喊了一声，场面静了一瞬，紧接着又闹哄起来。尽管恨不得扇他2巴掌，但我知道现今先把他安抚下来才是正理。妈，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压着火气质问道。你在公司啊？那为什么不早点出来？婆婆气势汹汹地走过来。我不在公司，我前天不是和你说了吗？我回娘家住2天，那你怎么不回家做饭？婆婆不依不饶地喊。妈，我路上塞车晚了点到家，我也没想到你跑来我公司。我耐心耗尽，不想和他废话了。周围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我就说这是很奇怪，这儿媳妇真惨，她婆婆有点不讲理呀。还好吧，她婆婆只是太过担心她而已。顶着各类奇异的目光，我上前拉着婆婆离开。我凑到婆婆耳边小声说：妈，你是要把我工作毁了吗？我工作没了，刘瑜那点工资够养家吗？你来我公司闹这件事，刘瑜知道吗？婆婆脸色一僵，还是咬咬牙耍威风道：这次就先放过你，我今天身体不舒服，就先强撑着伺候你，替你做1天饭。我懒得再和他说话，只推搡着让他快点离开。我实在没有脸陪他再闹下去了。我看着婆婆终于离开公司，不由得松了口气。转身时，余光突然在拥挤的人群中瞟见一抹丰腴的身影，
似乎感受到我的目光，他急忙转过身，挡住自己脸。那是王云。我目光一凝，转而觉得心里怒火中烧。那2巴掌真是打少了，得亏婆婆这么一闹，我成功从领导同情的目光中申请到7天的长假。我坐在车里给刘瑜打电话，对面嘟的一声就接通了。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我中午饿。我冷声打断他的话。你知道你妈来我公司楼下闹事吗？什么？刘瑜那边似乎不知情，他吃惊地大叫一声：我妈去你公司闹什么？宋妍，我妈这人就冲动了点，但她没有坏心，你多包容包。确认刘瑜真的不像撒谎，我不想再听他说话，直接把电话掐断了。回想着王云那慌张的背影，我看着阴沉沉的天空，若有所思。难不成是她撺掇婆婆来闹事的？可婆婆才刚来这座城市，他们这会就已经认识了。雨滴大点大点地往下坠，不断拍击着灰色的车窗。望着车水马龙的闹市，我脑中骤然灵光一闪，浮现出一个令自己都大吃一惊的念头：会不会是他们之前就认识了？我不可能吃下这个闷亏。现今快到饭点，想到婆婆该去小区附近的菜市场买菜，我在路边扫了辆电动车，朝菜市场行驶过去。我在菜市场的出口等了一会，终于看见婆婆提着一大袋蔬菜，慢悠悠地走出来。白茫茫的雨幕中，黑色宽大的雨衣以及头盔口罩都将我遮挡得严严实实。我故意将电动车来到最大码，呼的一声从婆婆身边迅速行驶而过，轮胎飞速旋转，溅起一大滩雨水，直接溅湿了婆婆的大半的裤子。王八蛋，给我站住！婆婆气急败坏地大喊着，捏着拳头追赶上来。见时机差不多，我将一直提在手里的黑色袋子直接往地上一扔，圆滚滚的黑色袋子在地上滚了几个圈，沾满了污泥和雨水。袋子里面是我妈前阵子摘的蘑菇，里间混杂了一些有毒的，吃不死人，但是能让人遭点苦头。车子行驶过街头，我装作不经意地转过头，后方的婆婆喜滋滋地将袋子高高提起，炫耀似的大声说些什么。我回到家时，刘瑜和婆婆已经坐在餐桌前吃饭了。我抬头往桌上扫了一眼，菜的分量很少，明显没我的份。那也行，省得我找借口推脱。婆婆重重的冷哼一声，刘瑜也只顾着埋头扒饭。屋里气氛严肃又沉重，一片静悄悄的，只有碗筷碰撞的声响。等他们吃完饭，我故意从房间里出来，大喇喇地坐在客厅等着看好戏。随着时间流逝，婆婆和刘瑜开始在沙发上坐立难安，两人的身影在屏幕前不停地晃动着。我心中乐不可支，面上还是假情假意地关心道：妈，刘瑜，你们这是怎么了？这都跑了第几趟厕所？刘瑜白着脸，抖着腿朝我凑过来。宋妍，你摸摸我额头，我是不是发烧了？我感觉自己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迎面过来一股厕所味，我连忙屏住呼吸，嫌弃地把他一把推开。哎呀，你们肯定是吃坏肚子了。斩钉截铁地说完，我又装作焦急地询问道：你们两个今天到底吃了什么东西？婆婆捂着肚子哆哆嗦嗦地回答：也没什么，就晚上吃的那些菜。她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撑着墙，全然无下午在公司门前指着鼻子骂我的嚣张模样。我拧了拧眉，不耐地问：剩菜倒在垃圾桶了吗？婆婆和刘瑜两人一人占着一个厕所，此时恨不得住在里头。屋子里不断响起此起彼伏的马桶抽水声，
左侧的厕所传来刘瑜的微弱的声音：“妈说不能浪费，放冰箱里头。”我早就知道我婆婆的尿性，也不吃惊。打开冰箱，开始假模假样的翻看里头的饭菜。我慢吞吞地翻了半天，才装作吃惊地问道：“妈呀，这蘑菇是哪来的？”蘑菇是路上捡的，有个穿黑雨衣的，骑车太快落下，被我……哎呦！紧接着又是一串稀里哗啦的抽水声。厕所里的刘瑜忍不住了，他愤怒地大叫：“妈，这种便宜你怎么也占？路上的东西怎么能乱捡来吃呢？妈，你是老寿星喝砒霜嫌自己活得太长是吧？”我在一旁阴阳怪气地嘲讽着，见婆婆瞪着我要发作，我连忙捂着鼻子嫌弃道：“妈，你先把自己整干净了，你现在一身屎味。”她气得一个仰倒，扭曲着面孔过来，刚要说些什么，又急忙夹着腿冲进厕所里去。宋妍，你别说风凉话了，快送我们去医院！我感觉自己快拉脱水了。刘瑜颤着小腿肚，捂着肚子痛苦地说着。我贴心地递给他一杯酷咸的盐水，再等等哈，先拉干净，别待会拉车上了。见刘瑜阴着脸不说话，我不慌不忙地说：“洗车怪贵的，能省点就省点，我怕待会妈又说我不会管家。”刘瑜愤愤地瞪了一旁的婆婆一眼，一把接过我手中的杯子，猛灌了一口，又被呛得满脸通红。我看了半天热闹，才载着刘瑜母子急忙去医院急诊。对了，专门选刘瑜的车，折腾到半夜，看着躺在病床上惨白着脸的母子俩，我欣慰地点点头。这下婆婆和刘瑜都清闲了，也不用烦恼哪个人该去做饭了。我又把李阿姨请回来，我还给婆婆和刘瑜请了个护工，专门照顾他们俩。见婆婆虎着脸，我无奈地说：“妈，我公司那边忙，回到家哪还有时间做饭？等送来医院，饭菜都冷得结块了。”见婆婆仍是阴着脸，我转头把护工辞了，给他们俩连吃了3天结块了的饭菜。别误会，隔壁快餐店买的。吃到第3天，婆婆忍不住了：“你就不能请假过来照顾我们？”刘瑜也瞪着眼，有些不满：“工作哪有我们重要？”我火了，一拍桌子怒道：“上次妈去公司闹事，我领导已经对我很不待见了，我再因为家事请假，我工作还要不要了？”刘瑜有些埋怨地看了眼婆婆，婆婆也低下头，讷讷道：“那这要不把上次的护工请过来？”我冷笑一声，扭头就走。刚走到门口，就看见小寡妇王云一手提着个保温桶，一手牵着个小男孩，一大一小慢悠悠地走过来。他恬不知耻，打着答谢刘瑜给他修水管的名号，这几天已经来过好多次了。宋姐去上班呢。王云将散乱在额前的发丝别在耳后。这几天，刘大哥看起来很喜欢喝我炖的补汤。他娇娇弱弱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吃。我压抑住嘴角疯狂上扬的微笑。这不废话吗？冷饭菜吃了3天，他有的挑吗？他坏女人，坏女人！王云旁边的小男孩朝我吐口水，我可不惯着这熊孩子，凶巴巴地瞪了他一眼。他被我吓了一跳，躲在王云后面，愤怒地看着我。王云正为刘瑜多喝了自己2碗汤乐着，得意地牵着他儿子绕过我进了病房。我懒得偷听王云和刘瑜的墙角，直接驱车离开医院。婆婆和刘瑜住院这3天，我托人找了个私家侦探帮我查清婆婆和王云2人间的关系。我花了大价钱，所以私家侦探办事效率很快，短短3天时间就将资料送到我手里。文件夹里的资料证实了我的猜测。王云和我婆婆之前的确认识，
王云和我婆婆的娘家是同个地方，都在闽省某个小村子，算是老乡。而令我没想到的是，文件夹的最后几页却是一张亲子鉴定书和一张住院病历。亲子鉴定书上写着王云和他儿子没有血缘关系，我还有些摸不着头脑，手指径自往下一滑，下一张是住院病历，上面有患者本人的分娩记录，拍得有些模糊，足以见拍摄者很仓促，但患者名字还是很清晰地展露出来。那上面是我婆婆的名字，时间是5年前。不对呀，刘瑜他爸早就死了10多年啊！我后知后觉，意识到什么，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张奇怪的病历，我坐不住了，拿起手机直接拨通那个私人侦探的电话。对面一接通，我就压抑不住心中的激动。你没搞错吧？王云儿子其实是我婆婆的儿子，我小叔子。没错，我对了下时间，王云他儿子今年确实才5岁。听到对面笃定的回答，我仍然有些不可置信。可刘瑜他爸，我公公早在10多年前就去世了呀。电话另一头传来私家侦探不急不缓的声音。我们的人继续深挖，发现你婆婆那段时间常去王云婆家，可能偷情对象就是王云她的公公。说完，他还意味不明地补充了一句：对了，王云还有个婆婆。太炸裂了，我婆婆这么会玩，让王云给自己养小儿子，又物尽其用拉皮条给自己的大儿子，还把人家公公拿下了，太疯狂了吧！挂断电话，我平复了下心情，原先的计划已经被我推翻了。原先我的计划是用王云离间刘瑜和婆婆，逼迫刘瑜将转移到婆婆账户上的财产赠予给王云。刘瑜要养小三，钱只能暗地里从婆婆那里拿，而她投到小三身上的钱却是属于我和她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兜兜转转，法院最终只会将这部分赠予小三的钱判还给我，而我这边暗自将手头上的钱偷偷转移出去。最后，我再到法院起诉刘瑜婚内出轨。刘瑜作为过错方，婚内大半的财产和线下居住的房子我都能争一争。可如今，我有个更恶毒的计划了。我驱车回到医院，还没进病房，就听见里头的欢声笑语。我刚推开门，就见到屋子里温馨有爱的一幕。王云正坐在床头给刘瑜削苹果，一旁的婆婆牵着王云儿子，不是他的小儿子，两人凑在一起嘀嘀咕咕地说些什么。随着我的到来，屋子里的气氛变得有些古怪，直至王云儿子指着我大骂道：坏女人，狗女人！见我脸色难看，王云软绵绵地呵斥了一句：小光不许胡说。刘瑜懒洋洋地躺在病床上刷着手机，似乎懒得理会这事。骂孩子干嘛？他懂什么？婆婆满不在乎地嘟囔了一句，又亲昵地摸了摸王云儿子的脑袋。小男孩调皮点没什么关系，宋妍被骂2句又不会少块肉，这是人话。我忍不了，我阴沉着脸，几个大跨步走进王云儿子，对着他的屁股就是2巴掌打过去。你有妈生没妈教是吧？老娘替你妈教教你怎么说话。似乎没想到我会这般行事，在场几人都被我惊呆了。哇呜！王云儿子尖锐刺耳的哭嚎声打破了这诡异的寂静。婆婆最先反应过来，她怒气冲冲地站起身：宋妍，你疯了！他一个孩子骂你几句怎么了？她气得浑身颤抖。我估计要不是婆婆手上的吊针，她能冲过来和我扭打在一起。宋妍姐，我知道你讨厌我，可你怎么能连小孩子也打？王云一脸震惊无措地望着刘瑜，
似乎期盼他说些什么。刘瑜也不负众望，他皱着眉头：“宋妍，你也太小题大做了些。”不等他说完，我直接的打断道：“你有病啊！你老婆被骂狗女人，你是什么狗东西？难不成你要为了这个小逼崽子和我吵架？你知道外头的邻居怎么说你们吗？他们说你整天和王云厮混在一起，是不是想给这小崽子喜当爹呀？”我吼得一声比一声大，特别是最后一句，吼得刘瑜直接羞恼地涨红了脸。婆婆在一旁怂恿着让刘瑜教训我。我随手拎起一把圆凳子，恶狠狠地盯着他：“打死他！打死他！”王云儿子不甘被忽略，朝我恶狠狠地砸过来几个纸团，其中一个纸团砸到头上。我随手打开一看，这是一家妇科医院缩阴修复手术的宣传单子。王云儿子怨毒地看着我，嘴上不停地诅咒着：“祝你病死，祝你病死！”我这次没留情，拎着王云儿子衣襟，当着众人的面恶狠狠地揍了一顿。婆婆和王云两个人加起来都没拉得住我，一个不停地抹眼泪，一个嘴巴上不停地咒骂我。病房里闹哄哄的，刘瑜要来拉住我，也被我一拳头砸在面门上，直至外头的护士医生来拉架，我才作罢。我收拾东西回了娘家，又将王云和刘瑜在医院的亲密照发送到小区的住户群里。本来小区里就有刘瑜和王云的闲话，这下更是直接闹翻了天。刘瑜急急忙忙地打电话过来，我挂断电话，用提前准备好的姜汁沾了沾眼睛，确保眼睛红彤彤水汪汪的，才打了个视频电话给刘瑜。一打过去，立马就被接通，对面映出刘瑜那张乌青了一只眼睛的脸。他一见我哭成这般模样，面上有几分疑惑，随即像是明了什么，立即趾高气扬命令道：“宋妍，你快在小区群给我解释清楚。”“解释什么？”我声音带着浓浓的哭腔，实在是刚才姜汁抹多了，眼泪根本止不住。“刘瑜，你是不是仗着我爱你，放不下你，你就这么作践我？你和王云两人非亲非故，无名无分，天天在我面前晃悠，你要我怎么解释？”一股脑说完台词，我怕自己忍不住吐出来，急忙挂断了电话。过了2天，刘瑜和婆婆出院了，他们发现我搬回娘家，又不断地打着电话催促我回家。刘瑜打过来的电话，我通通都在诉苦，扮演着深情但受了委屈不愿回家的可怜妻子角色，如此这般暗示了刘瑜几天。我终于得到了满意的消息：“宋妍，这下你满意了。我妈为了你要认王云当干女儿，她宁愿搬去和她干女儿一起住，都不愿意留在。”我按捺住雀跃的心，直接打断刘瑜的废话：“妈搬走了，我肯定会回家去。”心情大好，我也乐得给刘瑜画饼：“刘瑜，我们以后好好过，我保证回去后好好孝顺咱妈。”刘瑜听后满意的挂断电话，难得开着车将我接回去。认亲宴的日子定在了一个黄道吉日，我跟着忙活了2天，又是联系亲朋派送请柬，又是订酒店的，像陀螺般转悠了许久。直至今日，好戏终于开场了。装潢华丽的酒店大厅，中央穿着大红旗袍的婆婆笑呵呵地拉着王云站在高台上，底下是一胡子拉碴的老汉，也跟着乐呵呵地夸耀着我婆婆和王云。他就是王云的公公，我婆婆的姘头。小云这孩子敦厚老实，以后有了这么个好闺女，王妹子以后有福了。周围人也纷纷跟着她恭维着我婆婆。我婆婆乐得笑咧了嘴，又去了我一眼，小声道：“我一看小云这孩子就亲切、贤惠又体贴，
和我对得上脾气，可不像我那儿媳妇啊，还搁这拉踩呢。我抿着杯中的红酒，想到王云婆婆已经领着人赶过来参加这场认亲宴，颇有些按捺不住嘴边的笑容。果然，不一会儿，我就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阵喧哗声，几个青壮的男人拿着棍棒扫帚闯进酒店大厅，紧接着是一阵刺耳的叫嚷声：“王小燕，你个老妖婆，这么大的年纪还勾搭别人男人，老不知羞！”来了，我抬眼看去，是王云她婆婆。此时她满脸深沟纵褐的皱纹扭曲在一起，样子颇为狰狞可怖。你这婆娘在闹什么？王云公公被唬住了，颤抖着身子，气势有些不足。我呸！两个老不死的搞破鞋，还生了个儿子，让王云这个小贱人帮忙养。我当时还巴巴地伺候她月子，没想到生的是个野种。王云婆婆越说越激动，她拿了根扫帚，追着王云公公和我婆婆两人疯狂敲打着。满场的宾客被这变故惊呆了，有想拦着的都被王云婆婆带来的人挡住了。一时间，众人竟是呆呆地看着王云婆婆大发神威，追着我婆婆两人满场乱跑。你们知不知羞啊？知不知羞？她气喘吁吁地大叫着，将我婆婆打得满脸红肿，身上的衣服被拉扯得皱巴巴的。你污蔑人！污蔑人！婆婆抱着头不承认。我污蔑你什么？要不要带着去找大夫做那个什么地啊？哎，到时候那个小野种是谁生的，大家一目了然。我陪着刘鱼儿进宫医院，这次是去做亲子鉴定。结果出来的那一刻，我看到她满脸灰败，难以置信地盯着角落里不敢抬头的婆婆。我强忍着笑意，假意安抚道：“回去再说，回去再说。”还没走进小区，一路上的风言风语就不停地飘到我们几个的耳朵里。听说我们附近的小区某16栋有个刘姓的住户，他妈给他那个死鬼爹戴了绿帽。对对对，都半截身子入土的人，还搞出一个孩子来。哎呦，作孽啊！听说那姘头家里还有老婆，婆婆的头越来越低，到最后她干脆捂着脸逃也似的溜进小区里。我低着头，嘴角不断抽搐着，最后实在忍不住了，连忙跑远些，才敢笑出声来。回到家门口，我发现门底下又被塞了一叠忍者神龟的照片。刘鱼黑着脸，乒乒乓乓地摔打着东西进了家门。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天，婆婆终于提出要回老家了。你现在回老家也是这样，还要被王云她婆婆堵在家门口打，到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打死你还要麻烦我们去给你收尸。刘鱼不愧是婆婆的亲儿子，一句话将婆婆的嘴堵得死死的，半天说不出话来。我知晓时机差不多了，斟酌着提议道：“妈，刘鱼，我们搬家吧。”搬家？对对对，搬家！婆婆好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连忙附和道：“搬家好啊，搬家了，我们就不用再听到这些风言风语了。说的容易，我们哪里来的钱？租房吗？那现在这房子怎么办？”刘鱼气呼呼地丢下这句话，砰的一声甩上门。我听着里头不断变换的视频声音，无声地笑了笑。我夜里拿了刘鱼的手机四处划拉，也不干别的，只搜索了几个关键字：假离婚、买房，最后再把浏览记录和搜索记录全部删除。刘鱼若是有点脑子，看见了大数据推送的视频，就该知道要怎么办。果然，不一会儿，我就看见刘鱼急匆匆地朝我跑过来：“宋妍，我们离婚吧。”你说什么？我惊讶地捂住嘴，转而坚定地大声拒绝：“不行，我不同意。”似乎很满意我的反应，刘鱼松了口气：“
你听我说，妈刚刚说的对，我们可以搬家，买新房子。可我们婚前刚掏空积蓄买了房，哪还有钱再买房子？难不成要卖掉？我拧着眉看他，神情有些不舍。不买，把这房子抵押了。他语气坚定道：我之前在妈那里存了些钱，还有，我们可以先假装离婚。这房子当初写的是我的名字，你名下还有购房优惠，这些凑一凑，足够贷款新买一套房子了，而且还剩了一大笔税费。刘瑜越说越激动，拉着我手，不断向我解释着他描绘的蓝图。我抽回自己的手，冷言拒绝道：不行，你这不是诈骗吗？刘瑜一听我拒绝，有些急了：宋妍，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讲究这个？现在这年头，哪个不这么干？我沉默了一瞬，神色间有犹豫挣扎之色，最终咬了咬牙：你再好好和妈商量商量，换个法子吧。刘瑜和婆婆商量了好几天，最终还是决定要实施假离婚买房这个计划。我迫于无奈，只能答应他们的请求。我们在律师的协助下拟好了离婚协议，也请他帮忙做公证。协议上写明了，我们现下居住的房子归刘瑜所有，但财产上我分了近80%，将近200多万。刘瑜领着我去拿离婚证的前一晚，我有些激动的睡不好觉，直至离婚证真真实实的落在我手中，我才有种如梦初醒的感觉。这是成了。我神情激动地打量着手上绿色的本本，一旁的刘瑜见我这般快活，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宋妍，你什么意思？他拉住我的手，脸色有些不好看。沙比，我甩开他的手，嘲讽地看着他，你当我不知道你和王云那点破事？我伸手从包里拿出一叠被打了码的照片，重重地摔在他脸上，看看，看看，马德和我离婚，还要约你情人打个炮庆祝是吧？死渣男！刘瑜错愕地看着满地被打了码的床照，哪里还不明白，他这是被我耍了。他猩红着眼，挥着拳头要朝我砸过来，我眼疾手快，急忙往一旁避开。一旁的民警赶忙走过来，虎视眈眈地看着他。刘瑜被迫冷静下来，他恨恨地盯着我，最终只能扭头离去。我卷了刘瑜的100多万飞了，她和我原先的婆婆自然不肯善罢甘休。我将这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都告诉了我爸妈，其实他们从我频繁回娘家就猜测到什么，所以刘瑜和婆婆找上门时，我妈和我爸带人把他们赶回去。两人卷土重来，越战越勇。婆婆颠倒黑白，带着民警和一堆记者上门说我骗婚，我梨花带雨的哭诉。我婆婆心地善良，错认了小三当干女儿，不小心给儿子拉皮条。我这都和刘瑜离婚，成全他们了。婆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呜！等刘瑜上门，我又阴阳怪气的嘲讽：你小三的儿子还是你妈和小三的公公生的，你叫他什么？也叫妈？你这样对得起你爹吗？你爹在地底下知道你妈给他送了顶帽子吗？知道你有了个弟弟吗？我爸妈最后直接放言，威胁要在刘瑜工作单位和他们居住的小区张贴刘瑜和王云的马赛克照片，将婆婆做的破事闹得尽人皆知，这才吓退了他们。而我默默地闭嘴，扮演一个受害者的角色。我有什么错呢？我只是一朵娇娇弱弱的白莲花，被婆婆厌弃，被老公背叛，被小三欺负。尽管受了这么多委屈，可我还是真善美的选择原谅我的老公，咽下一切苦果，成全了他和小三王云。我可是如了你的愿，只是不知道，一个背负着巨额债务的男人，你还会不会和他真心相爱？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